对不起，南哥，我和你不能结婚了。琛琛，为什么？因为池哥已经跟我在一起了。老心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们怎么能？哥，爱情里面没有先来后到的。况且，如果你跟池哥结婚的话，就是拉他下火海哎。南哥，你不要在这里给我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。爸妈想把你嫁给老裴，不过是为了房子，和我结婚，也不过是为了你的一己私利。南哥，我问你，要是我没车没房，也给不了你太多彩礼，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，哪怕你没车没房，我也愿意。不是什么，池哥在公司已经升职了，有了我爸的帮助啊，以后的事业会是一片坦途。像你这种社会底层，嫁个有房子的老年人也挺好的呀，省得到时候游乐见。这次的深圳名额，你和城池最有竞争力，你确定要放弃吗？我下次再上。琛琛，你也是这么想吗？池哥，别跟他废话，走吧。3年的感情，终于结束。顾南哥，你要不要脸？还想纠缠池哥？这个小三儿，你抢我的闺蜜的男朋友，你们才是渣男贱女！你来人啊！渣男打人了！快来人啊！快来人！就是他们要打人了！老谢，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妈，我让他们留下来帮你吧。不用，你在这儿影响我生意。我以前啊，就是靠卖这个把你送出国留学的，你才有了现在的成就。唉，这人年纪大了，总喜欢环境。好，妈，那我先走了，有事儿记得联系我。哎，你有时间多考虑考虑自己的婚事。以前说忙事业，现在呢？走了吗？这个小子。哎，姑娘，是你呀？你以前经常到我这来帮忙的哟。以后啊，你饿了就来阿姨这儿吃东西，阿姨不让你白吃。阿姨呀，家里有个弟弟，比你低1年级，你以后有空啊，就来给他补补课。饿了吧？来吃点面。是你啊，好些年没见到你了。是啊，你也好久都没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哭了呀？是你爸妈打你了？
我分手了。姑娘，你是个好姑娘，你肯定会遇到对的人。哎，我把我儿子介绍给你了。啊？什么情况啊？不是你让我来帮忙的吗？我怕太招摇，影响你做生意。嗨，来，我呀，给你介绍一个知根知底的女朋友。来，坐。你们俩聊着哈，我去趟卫生间。哎妈，阿姨，你先请。你也被家里催婚？算是。你能跟我结婚吗？你其实慢点。这么快？这样随便的女人，一定是贪图陆家的权势，恐怕我妈也被她这无害的样子给骗了。我不要彩礼，不要车，不要房，北大毕业，双硕士学位，我可以赚钱养活自己。空闲的时候还能帮阿姨摆摆摊儿。那你知不知道我的情况？啊，我不会嫌弃你摆摊的，毕竟你长得这么帅，人完人嘛，我们可以一起奋斗。哎呀，好吧，我是有不得已的情况的，我爸妈逼我嫁给不喜欢的人。你可以随时跟我离婚，我会给你补偿的。10万、20万，不能再多了。这可是我1年多的工资啊！那明天早上，民政局。婚房我准备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租一套，房租我来付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啊。孽障！家里的户口本是不是你偷走的？快点给老娘滚回来！打死！站住！户口本呢？拿出来！妈，户口本呢？藏哪去了？竟敢不要彩礼，白给陈池结婚，门儿都没有！这还不都是你们逼的吗？还敢犟嘴！老子早说了，别在这个赔钱货身上花那么多钱，让他直接进厂上班，这些年还能多给我们些钱。又是这学历，蒋大山能给你2套房子彩礼吗？南哥，你可不能这么自私啊！那2套房子的彩礼，你可得留下给你弟弟结婚呢。你弟弟可是咱顾家的根儿，咱以后还指望着你弟弟呢。那我呢？我不是你们的女儿吗？就为了他，明知道是火坑也要让我往里面跳。
哎呀，那什么火坑啊，那个是金山银山。江大山虽然比你大20岁，他有钱呀。等他以后死了，那钱，不都是咱家的吗？你们因为钱就不管我的死活了是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嫁。那你就不是我姐。好，那从今天起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别废话，他以后就是死了，变成尸体了，我也绑了给他送过去。少个绳子呢？给我拿个绳子。绳子呢？别费劲了，我结婚了。什么？这不是陈池？不是。你个孽障！这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居然敢！现在是21世纪了，您清醒点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都是老子的种！打死你不可！打死你！我看这照片，这还不像是穷人啊。南哥，他家有几个孩子？几套房子？陆北怀是那个国外回来的商业大佬。姐，你不是大款啦！真的吗？南哥，你快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到咱家里来坐坐啊！你们只关心他的家产，却不关心他对我如何，冷心冷血，哪有半点亲情可言？他就是门口卖麻辣烫，你们确定要让他来家里坐坐？你这是要翻天了！你现在就给我离婚！给我离婚！不可能！这不离是吧？老子有的是办法治你。走，过来！放开我！过来！放开我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爸妈！都你就给他开门！你马上联系江大山，让他晚上过来。生米煮成了熟饭，我看他老公还要不要？住手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去查一下他的住址。是。陆总，您什么时候结婚了？少废话。是。这是什么？老夫人说，第一次去夫人家门，需要准备点礼物。怎么还没来？可能江总来了，快开门！你是？伯母你好，我是南哥的老公陆北怀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哎，你还敢来？你以为你穿的人模狗样的就能装有钱人了？你就是个卖麻辣烫的穷小子，赶紧跟我女儿离婚！陆总卖麻辣烫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是不是与你无关？南哥在哪？我要带他走。他不进家，走。北怀，让开！
上！上来！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南哥，南哥，南哥，你没事吧？救医生！是，少你妈。这个就不给了。卖麻辣烫的，你有什么好东西？我们才不稀罕呢！什么破玩意儿！哼！打我儿子！报警！报警！怎么回事？南哥人呢？江主任啊，刚才顾南根那丫头让别人强行带走了。强行带走了？敢跟老子抢女人？哼！走，交队！走。老大是迈巴赫，你当老子眼瞎呀？哼！你是不是把顾然哥卖了个更好的价格？他就是个卖麻辣烫的，我们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他呢？哼！麻辣烫没道理啊！我跟你说，彩礼我已经给你了，你要是出尔反尔的话，我让你10倍偿还。不敢，我保证明天就把人找回来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否则的话是。哼！走。谢谢医生。就是你。你醒了？刚刚医生说你有点发烧，要不吃点东西吧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我们的婚房。什么？那租金得多少钱呀？什么？那租金得多少钱呀？哎。完了！对不起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虽然我的薪水1个月有1万出头，但大部分都交给我爸妈了，我自己也没什么存款。你这么大的房子的房租，我实在承担不起。要不，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早点回去休息。不是，我刚回来，还没置办房产，这是借的朋友的房子。那我们找到房子立刻搬出去。你病还没好，等你病好了再操心这些事吧。小心。 매일이고 싶어 나라는
谢谢。早点休息，我睡你隔壁房。这边。 这不是我的手机。我有什么急事吧？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那3000万的贷款，他竟然有3000万负债！你好，我那3000万贷款能不能还款再还？陈总，怎么样？过完了。老陈家千亿，他就不能通融一下？还打？打个屁呀！你让我们亲自上门求一下试试。他怎么会欠这么多钱？可他突然帮了我，这么提离婚不太好吧？看够了吗？你手机放在我房间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本来也不想停！我突然不想听了。晚安。哎，现在怎么办？他欠了那么多钱，又刚回国，说不定是讨债，所以才住到别人家。这是给你的生活费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什么情况？哟，南哥还来上班呢？我以为你嫁给老头当富婆太太去了。好狗不挡道，你啊，我忘了，你怎么能是狗呢？旁边站了一位凤凰男，所以就叫山鸡配凤凰。池哥，他骂我就算了，还骂你，你一点也不生气吗？这是在公司，我刚升职，闹起来不好看，算了。如果他在公司的话，迟早会坏了我们的名声的。你要干嘛？我爸是陆氏的高层，公司今年最重要的项目就是跟陆氏合作，你觉得呢？南哥，组长找你。进。经理，你找我？与陆氏集团合作的合同，以后你来登记。这个项目之前不是江婉欣一直在负责？这么重要的合同，当然要交给有能力的人啊。是的，经理。婉欣可是极力推荐你，这个合同提成可是不少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那3000万的贷款，好，我接。总裁，夫人的资料都在这里了，直接汇报。是。夫人家庭一般，父母重男轻女，准备把她嫁给一个叫做江大山的男人，换一笔钱和2套房子，所以夫人着急结婚是为了躲避江大山。继续，夫人有一段感情，前男友叫陈池，他们本来要结婚了，但是他突然傍上那个青青小姐，给他踹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青青小姐还是夫人的闺蜜，她们3个现在在一个公司，哪家公司？
凤凰，你怎么了？我男朋友贷款逾期被抓走了，听说要判5年。这么严重啊？那陆北怀……南哥回来啦！阿姨好。你是不是该改口了呀？妈，哎，来，哎，妈，这不行，这太贵重了妈。妈多的是，改天啊，妈再给你买个新的。你以后啊，就是我们陆家的儿媳妇了。妈盼着你早点生个大孙子。妈，您知道北怀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应该先和陆北怀谈谈。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帮陆家留个后。万一他被抓了，妈也不会那么伤心。你这是？进去说。你找我有事啊？对，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了，应该睡在同一个房间，这样你妈妈才放心。所以你想跟我一起睡？你不是说顾南哥，这可是你弟弟。Hey, what you doing to me, babe? I'm really feeling. 知道了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我看陆小姐并没有将陆氏放在眼里，这个合同要不别签了。顾南哥，还不赶快道歉！啊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起晚了。哎呀，大家不要介意，南哥他可能昨天晚上去做什么兼职了吧？毕竟他明明这么缺钱。哼，看来这公司的风气不正呢。我们需要换一个人才行。应该的，我马上就把他开掉。总裁说，这个合同他要亲自对接，并且指定风华公司的顾南哥作为项目对接人。等等，我看顾小姐还是挺不错的，毕竟道歉这么诚恳，这个项目还是由她来对接的。好好好，哥，闭嘴！我们这个项目的会议，主管人员不需要参与，还是清一下场子吧。事情都办妥了，是不是就要我进去？谁知道那个小倩的水出血，明明都搞定了，却突然说变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去问一下我爸。难道他认识陆氏的人？认识又怎么样？陆氏还能帮我和我爸吗？那肯定不会。你等着，我去问一下我爸。顾小姐，以后和陆氏合作这个项目由我们总裁亲自对接，这个是他的文件。
陆归怀，陆归怀，你跟我们老板认识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同名不同命，一个是亿万富翁，一个负债千万。那我就放心。我的意思是，不认识的话，对接起来就没有心理负担。是啊，要是真认识，我第一个就让他把你这种见风使舵的小人开除掉。怎么站岗了？公司应该不会给你们发双份工资吧？南哥，你现在说话怎么句句带刺儿？他就是这样，是哥哥，只不过你才发现而已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真面目。所以你们最好给我小心一点，不然我在公司好好替你们这对狗男女宣传一下。南哥，你能回来一趟吗？我和你爸爸准备承认你和你丈夫的关系了。你们承不承认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你奶奶呢？你奶奶从乡下回来了，她准备看看你。奶奶来了？是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我和你爸爸也是为你好。好，我下班回去。好，那我就挂了啊。怎么样？死丫头，答应回来，翻江大山要给他喝了，让他往哪跑。好，我现在就通知江总，让他做好准备。你收摊了吗？生意挺好，人还挺多的。我奶奶来了，我想把她接回家住一段时间。好，等我忙完去接你。真说了，以前有个高管打单抗议，一人都没开除。能一样吗？这可是总裁夫人。张辉，哎，总裁，还有做合同，飞到楼里。哎呀，南哥，你回来了，累了吧？喝口水。奶奶呢？啊，奶奶在这休息呢。这可是奶奶给你特意准备的凉白开，就怕你下班回来渴了，哎，喝了它。去看看奶，别去了，你个老东西，还在乡下跑腿呢！你们骗我！骗你怎么了？白养了你这么多年，我在你的心目中都不如那个老东西。你半夜的老你，什么根系？我看你这次往哪跑！哎，搞定了。当然，保证万无一失。放心，待会儿我们躲出去，你呀好好玩。我就不客气了。待会儿把门给我守住啊！一只苍蝇也不是飞进来。是。哼。你们不准进去！臭婊子！啊！
臭婊子，你竟敢打我！看我今天怎么弄死你！你们给我站住！是我，陆北欢，是我。 닫혀있던 내 맘을 활짝 열어준 너 가끔 불안해 내가 이렇게 행복해도 되는지 바보처럼 눈물이 나 好，我们回家。 마지막인 것처럼 好你个顾大哥，居然还有姘头！今天你们几个都想跑？你哪只手碰的碰？老子2只手都碰了，你又能怎么样啊？那就双手都别要了！你少糊弄我了！老子当年出来混的时候，你他妈还在阳台里吃奶呢！来人，给我上，大餐送我们！ 剩下的交给你处理了。你别过来啊！再过来，我跟他啊！别我的手啊！喂，妈，婉熙，不好了，你叔叔被人打断了双手，送进去了。什么？这件事好像和顾家有关系。不可能啊！你快想办法解决。 要是被你爸知道，一定会骂死咱们。毕竟是你让你叔叔去找那个顾南哥的。哦，妈，没事，先这样，我挂了。现在已经到家了。在家？对，那个人我已经处理了。昨天晚上缠了我一晚上。南哥醒了，我给你们炖了鸡汤，一会儿下来喝。昨天的事儿啊，我听北怀说了。谢谢你。不想接就可以不接。我来接。顾南哥，你这个丧门星，还不赶紧撤诉？难道你要害死我和你妈吗？你说完了吗？你们两个老东西给我听好，以后要再找我儿媳妇的麻烦，我把你们全送进去。吃饭，以后妈护着你。他婆家到底什么来着？哎呀，就是一个穷鬼，卖麻辣烫的。原来是一个贱民啊！我还以为有多大的背景。对，他哪能跟江小姐比？当然不能和我比。不过你们要是不撤诉的话，我叔叔给你们的钱可全都拿回来了。妈，你给我的钱我都拿去订车了。
江小月，你能不能通融一下呀？那就2天的时间，把事情办成。要是不行啊，后果自负。江家可是你们的亲。这个怎么办？我可不退钱，滚出他公司啊！对，到时候好逼他离婚。走。哟，什么味儿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可能是你的骚味儿。我看啊，是你身上廉价的麻辣烫味儿吧？嫁给一个穷人，还不如嫁给老男人呢，省得这么拼命赚钱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？张开腿躺下就能做事。顾南哥，你别对得太早。今天下午陆氏那一关啊，我会看见。什么意思？我不妨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自己胜利了。今天下午陆总要来亲自签这份合同。听说啊，他可是出了名的难搞，祝你顺利。顾南哥，你怎么能自甘堕落嫁给一个那样的人？你好歹是名校毕业。我嫁的人最起码堂堂正正，人品一定好1000万。哦，对了。他长得也比你帅1000万倍。师傅，别跟他计较，等着吧。今天下午啊，陆总就要过来。今天下午就是你们来闹的最后机会。好。走。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！顾南哥，你这个不孝女！姐，太过分了！怎么回事？这谁家的人敢在这个时候来闹事儿？不想活了吧？顾南哥啊，顾南哥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他们是谁？保安，快点把人带走！哎呦，顾南哥，你个丧良心的！哎，你还认你的父母吗你？啊！原来是顾南哥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应该是家事儿吧？顾南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去处理，让陆氏的人看到，咱们的饭碗都别要了。你们如果还认我这个女儿，今天就先回去。听听，你们都听听，哼，这个没良心的，他在威胁我们。我跟你说，我辛辛苦苦的供他上学，他爹爹为他竟然辍学在家，他倒好，为了一个男人，哎，要和我们断绝关系，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天哪，顾南哥原来这么狠心，看他平时还挺努力的，果然人不可貌相，恋爱脑吧？为了爱情抛弃家人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跟我们回家，跟那个男人离婚。然后呢？我们也是为你好。你们说辛辛苦苦赚钱供我上学，但高中的学费都是我和奶奶去别人家帮着做农活赚的。还有他说他辍学是为了我，他难道不是因为学习成绩太差，还经常打架，最后让同学怀孕了才被开除的吗？闭嘴！天哪，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是啊，可能是伯父太着急了啊！对对对，就是他平时爱说谎，他爸爸有点着急。你们逼我离婚，就是为了让我嫁给个老男人，然后去换钱和房子，为了让他结婚吗？昨天晚上还给我下药。什么？如果这是真的，这也太可怕了。南哥，你为了不离婚，就这样诬陷你的父母吗？是啊，姐姐，太让人失望了。如果这些都是真的呢？是不是真的，
去警察局查一下案底就知道了。是你，我觉得您2位也需要配合一下调查。我们还有事儿，今天就算了。顾南哥，你等着，改天我再跟你算账。看来顾南哥说的都是真的。废，就差一点点。谢谢啊。您待会儿记得在老板面前多帮我美言2句。老板，大家好，我是陆总助理何毅，大家准备一下，陆总马上就到。真的是他。陆总你好，我是风华公司总裁。你好，陆氏集团陆北环。怎么回事？难道陆总也看上了这个小贱女？陆氏总裁怎么会找上他呀？你好，风华公司顾南哥。谁打的？那个陆总啊，是刚才不小心磕碰了一下。我问你了吗？确实是不小心。对，这个要算工伤，要给南哥补贴的。听说你们公司还有2位人才。是啊，我们公司啊，人才储备就是比较充足。陈池，陆总，是我。江婉欣，陆总，不是，他刚才什么意思啊？可能是我爸跟陆总打了招呼，特意关照一下我们。可是他摇头。哎呀，摇头能代表什么？他都特意叫了我们的名字，说明是对我们的认可。放心吧，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不过这个顾南哥都结婚了，居然还敢勾搭陆总，之前是我眼瞎，没看出来他是这么水性杨花的。我现在就去拆穿他的真面目。走。不好意思，我想和顾小姐单独聊一下。好的，陆总，您请。你为什么瞒我？到底是谁打的？必须打回来！我陆北怀的太太还轮不到别人来欺负。你还没有告诉我呢。闲杂人等现在进场。我有重要的事要报告给陆总。恐怕您还不够资格。何特助是吧？我经常听我爸提起你的，说你聪明能干。你爸？对，我爸呀，就是陆氏集团设计部的副总江大河。哦，原来江副总是您父亲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更不可能害陆总啊！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汇报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陆总，这样江副总肯定会跟着倒霉。这样，你先告诉我，我再决定是否告诉陆总。你想抢我不？明门。顾大哥，你竟敢勾引陆总！怎么？你有异议？啊？是我勾引了他？难道你对我不满吗？不是的，陆总，这个顾南哥是有夫之妇，他结婚了，而且老婆是卖麻辣烫的。可是他嫌贫爱富，他勾引您，肯定是想靠您上位。滚出去！顾南哥，听到了吗？
陆总叫你滚出去。我是说叫你滚出去。我别让我说第二遍。我没有骗您，陆总。我作证，婉心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个顾南哥他就是个人尽可夫的妓女，我知道你被他骗了，你千万不能对。滚！再敢说一个字，让你身败名裂，在江城再无立足之地。滚！以后能不能别在垃圾堆里浇狗？谢谢。这是我分内的事情。现在我们谈谈你的工作吧。不想让你在这个公司待着了。就因为我的丈夫是行业新贵，江城首富。你跟你前男友在一个公司，我不放心。我不会跟他有任何交集。我相信你，但我老婆这么漂亮，难免其他人的想法。这事儿回家再说，我们先说合同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知道？陆总为什么护着他？那现在怎么办？要是他和陆总真……那我们……陆总肯定就是图个新鲜。再说了，顾南哥的老公能忍受得了他戴绿帽子吗？只是说，今天那个江小姐来电话，要钱吗？她想知道南科丈夫的地址。你怎么说的？我也不知道。顾南哥这个赔钱货，现在翅膀硬了，跟我们对着干。哎呀，怕是难办了。那咋办嘛？只能回乡下把老太太接过来。哎呀，你妈那个老糊涂，就知道护着那个丫头，亲孙子都比不上。那你还有其他办法吗？我今天就回去把老太太接过来。合作愉快。再有2天就是陆氏集团的周年庆，这是邀请函。好，一定去，一定去。要不要等你下班？这顾南哥真的要飞上枝头变凤凰？当然，少顾现在下班也是可以的。对不起，陆总，我们不熟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这个顾南哥真是竟然还忤逆陆总。陆总，我发现夫人并不想公开你们的关系啊。观察这么仔细，去财务部查账去。今天必须把近1年的账目全部归给他，不然不肯下班。杀了我吧！哎，陆总。喂，爸，陆氏集团要开年会，你能不能帮我弄个邀请函？谢谢爸。顾南哥，我能夺走陈池，就能夺走陆总，你没有势力，都不给。妈，真没必要这样。北怀说了，他要在陆氏集团的年会上公布你们的婚事，你呀，作为陆家的儿媳妇儿，肯定要好好的打扮自己啊。夫人，终于等到您了。这个是我的儿媳妇儿，两位请进。我们为您准备了10套礼服和5套高珠。哦，对了，太太，您上次订的钻石知心也到货了。是吗？那我们去看看。你先试衣服。不瞒你说，这个钻石知心啊，我是给我儿媳妇买的。不让她进来，是想一会儿给她一个惊喜。您真是一位好婆婆，价值5000万的珠宝都舍得啊！您是我们经理的重要客户吧？没有，我第一次来。
那就是那位太太的助理了。小姐，我们店里的东西你可能买不起，你可以去旁边转转。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？因为你身上的穷酸气掩盖不住啊。顾南哥，没想到你还敢来这种地方啊！江小姐，您来了。是啊，我不来啊，还不知道有人在这里猪鼻子插大葱装像呢。你认识这位小姐？当然，她老公就是一个卖麻辣烫的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别在她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我看她就一副穷酸样，哪能跟江小姐您比？你们这种诋毁顾客的店，不来也罢。站住！放开！你想说什么？你这么着急走，该不会偷了什么东西吧？毕竟这里每一件东西都价值不菲呢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就会偷人啊？牙尖嘴利！这位小姐，为了不必要的麻烦，您可能需要配合我们检查一下。你们想干嘛？当然是要把衣服脱光检查啊！你也是这么想的？这位小姐，你不要为难我们，听到了吧？包吧。哦，对了，记得找一个人进去看着他，免得他把东西藏起来。如果我说不，那就只能我帮你关了。帮我把他的衣服脱下来。我看谁敢动手！你们在胡闹什么？我们在抓小偷啊！顾小姐不可能是小偷，她偷了东西，我亲眼所见。亲眼所见，说话要讲证据。这位太太，您认识他吗？我看您身价不菲，可您眼前的这位老公就是一个卖麻辣烫的穷鬼，他还想靠男人上位，高三搭四的。勾三搭四，你是在自我介绍？您看，他还不承认呢，他就是小偷。沈经理，闭店吧，我想处理点私事。啊！你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认识她，她还是我的儿媳妇儿。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言不逊，我替你父母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人。你就是那个卖麻辣烫的，是又怎么样？听到了吧？你们都被他给骗了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消费能力，快点找人把他们抓起来。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你今天必须得给南哥道歉，要不然你休想走出这个门。你快说，到底是谁的错？我可是你手上的黑金客户。经理，江小姐确实是为了我们着想。沈经理，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你被开除了？不要问为什么，马上去找人事核算薪资。你居然像是一对骗子！现在该给南哥道歉了吧？要不然我又要动手了。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顾南哥，对不起。听不清。对不起。大点声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以后离我远一点。等等，沈经理，把这位姑娘挑的东西让她带走，剩下的我儿媳妇全包了。是，全包？怎么，你有意见吗？这个店里的东西价值上亿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，肯定有够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把垃圾挑出来。沈经理，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回家。南哥，我们回去吧，回去再试。我约了造型师。
原来他是经理的朋友啊！我还以为有多大的背景，还包着，一见面就出来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才来？快走，我看到顾南哥了。老贱人，敢让我难堪！对不起，这些你干什么？你刚才差点害死人，知不知道？娘，帮我把我妈扶起来好吗？妈，你她又没死，顶多撞个残废。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在做什么？你要故意杀人吗？她又没死，要不然赔你们点医药费吧，5000够不够？够他妈1个月的麻辣烫了吧？不可能要！你干嘛？当然是等等有没有车过来，把你也推下去试试啊！你干嘛？当然是等等有没有车过来，把你也推下去试试啊！你敢？我怎么不敢？告诉你，你要是摔残疾了，我就赔你医药费；你要是植物人，我就送你去医院；你要是死了，我就把你风光大葬！滚！大哥，你冷静一点，不是故意的。你妈死了会冷静吗？高南哥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我刚刚都听到了，你就是在虚张声势！我的项链！顾南哥，我告诉你，你完蛋了！这条项链是我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价值100万，你得赔钱！别以为你不说话就可以逃避责任，你现在跟那个老东西过来给我下跪，说不定我开心了，还能让你们少赔点。下跪！我的项链！顾南哥，你疯了！顾南哥，你疯了！着急了，心疼了，这就着急了。别太过分吧！他杀人碰瓷不算过分，我反击一下就叫过分了。我告诉你，还有更过分的！啊！我的珠子！顾南哥，我要报警抓你，我要告你，让你背一辈子的债务。喂，何毅，我现在在新月广场门口，带几百万现金和保镖过来，还有最好的急救医生。你要干嘛？啊！当然是成全你，给你赔钱了。算了。顾大哥，我不会放过你了，我要告诉我爸！放开我！你这个废物！钱带够了吗？这些够不够买你身上的珠宝啊？这些够不够赔偿你身体的损失？你这贱人！告诉你，今天钱我带够，你要敢再多说一个不干净的词，小心我打到你闭嘴为止。何德柱，你这次一定要帮我，我会让我爸来帮你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熟。好了，别废话，带他们去医院。放开我！我不会放过你们的父母！我就不用了吧？得治。对了，多谢你的不娶之恩。另外，告诉江婉欣，别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带走。爸，我被人打了，你要替我做主。什么？你别哭，爸马上就来。婉欣，要不算了吧？我看顾南哥这样的男人不简单，今天下午陆总的护理都帮他了。闭嘴！她婆家就是一个卖麻辣烫的，至于何处理，充其量就是一个糟糕。我就不信陆总能看上一个有妇之夫。可是那么多钱，9牛1毛。
我一定要把陆总从他身边夺走，看看他还有没有耀武扬威的资本。还生气呢？是。那要不然我让何一再去收拾他们。哎，不用，我就是有点心疼钱，我不应该那么冲动的。夫妻共同财产，想用就用。另外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。上班地方有点远，家里的车都不适合你，我给你选了一辆，去试试。你今天不是说全款提车的吗？出了点问题，不过贷款也可以，我姐以后会帮我还。那还差不多。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从你帮爸妈把我送人起，我就不是你姐。我们那是为你好。是为我好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？你看你不听爸妈的话，还在这里当兼职销售。手续都已经办完了。这位女士，这是您的钥匙，请您保管好。谢谢。这个穷鬼竟然买得起这么贵的车。北环，您走。哎姐，把车给我呗。好啊，你给我钱，我就送你。什么？什么？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？你想要车，当然要给钱。这就是你姐，要个车还找你要钱，以后她能靠得住吗？姐，我和洛洛要结婚了，你把车给我，我买那辆给洛洛。你不是习惯坐公交吗？多好，省钱。你可真会替我考虑呀。应该的。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个车给我，我是不会和你弟结婚的。那就不要紧了，和我也没关系。顾南哥，你不能走。你想怎样？我是和我姐开玩笑的。你要是把车送我，我就认你这个姐。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顾南哥，你今天要是拿不到这个车，我就不和你结婚了。喂，爸，我没钱买车了。抱歉，让你看笑话。他们一直都这么对你吗？来，快吃，快吃。要吃啥？别抢你弟弟的东西，个赔钱货！小瑞才是我们顾家的根儿呢，以后你挣的钱都得给你弟吃。吃，习惯了就好。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了。你们太缺德了，我不会答应的。南哥，可是你们的女儿呀，你们这样和卖掉她有什么区别？妈，当初要不是你把她捡回来，我们也不会这么费劲的养。何况是给她找一个好的归宿。这么多年，南哥也帮你那么不少，告诉他真相，让他去找他的亲生母亲去。不行，我们还指望他养老呢。就是我怎么就生下你这么个东西？你是把我干啥了？江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看你女儿干的好事儿，本来还说给你们几天时间，今天必须还钱，要不然我要你们好看。妈，
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，妈！妈，求你了！造孽呀！奶奶让我回家。爸妈，我刚看见我姐跟她那个穷鬼老公买了辆特别贵的车。放我！说啊，怎么不说啊？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肯定存了小金库。不可能，之前他的工资都是交给我的。当然是因为你生了个好女儿啊，帮我个大忙啊！你说的是真的？不可能！我的孙女坐得端，行得正，体型样貌那都是1等1的好，不会做这种事。就他家的那个秃头，能买车，买个轮胎都够呛。而且啊，我还亲眼看到他勾引了路。闭上你的臭嘴！你这个老东西敢吼我！你要再敢对我奶奶说一句不敬的话，我还敢打你！奶奶，看看，大哥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？生苦了吧？奶奶，行了，说正事儿吧，我没空看你们演古装剧。什么正事？你为什么不在我家？那你要不然问问你的好爸妈呢？他说的是江大山，我们收了他的钱，只要你放了江大山，他们就不计较。还有你那辆车，也得给你弟。好吧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。是我又怎么样呢？钱不是我收的，我不同意。你真是反了天了！看我打死你！住手！奶奶，有话要跟你说。奶奶，你不会也要劝我？你别怪奶奶，奶奶要告诉你个真相。南口，你不是顾家亲生的孩子。南口，你不要受到顾家血缘关系的羁绊，按照你的内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！什么？这贱人竟然不是顾家的孩子？妈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妈，不要叫我妈，没有你们这种畜生的儿女。杨哥，奶奶，你走吧。啊，从今以后跟这个家再无瓜葛。走吧。哎，顾南哥，你爸妈养了你几十年，你不会不管他们吧？就是，你不能这么狼心狗肺。是啊，姐。我以后会给你们养老。至于江大山，那是法律的事情，我管不着。奶奶，您走。不能走，不能走！放开！放心，奶奶以后没事。都怪我，我以为我可以，我明明可以答应他们的要求。这不怪你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毕竟你们暂时脱离了他们的险。
醒了，奶奶没事了。我要去看奶奶。南哥，你养父母那边算了，还是让奶奶自己决定吧。今天晚上的宴会你别参加了，好好休息。不，我去。原本我也不想出风头，可当一只只蟑螂和老鼠跑过来恶心你的时候，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摁死。你是江副总家的孩子吧？真漂亮，这身衣服真不错。谢谢。今天顾南哥那个贱人肯定没有时间来，我一定要获得陆总的青睐。阿信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到你桌子上那个邀请函，我想着我也来交点朋友，你该不会不想邀请我一起吧？怎么会呢？现在还不到撕破脸的时候。这是陆总要来的，除了陆总，谁还能有这么大牌面？要不我们还是别进去了。怕什么？开怕的是顾南哥，他一个已婚之后，居然还敢和顾总来这种场合。你别乱来，你忘了上次发生的事了吗？妈的个你！我先去应酬一下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等我。去吧。这位小姐，你是哪里人？看着好贵气。你是国外回来的吧？陆总也刚回国，国外的水土就是养人。呀，这不是风华公司的小职员顾南哥吗？什么？不可能吧？我确实是风华公司的项目设计师。还是你有才能啊！要不是这次合同这么顺利，陆总也不会邀请你做女伴来参加这么重要的宴会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顾小姐这么漂亮，跟陆总这么近，要抓住机会哦。但是顾南哥已经结婚了，真是可惜。你怎么不走？顾小姐脖子上的这条钻石之星可是价值连城哦。你好，南泽集团陈楚楚。顾南哥，你就是陈家的那位千金？你认识我？当然，陈小姐既是新锐的设计师，又是陈家最年轻的股东，想不到连外貌都这么出众。哪有？跟顾小姐比，还是差了点。哪里？陈小姐这么优秀，我比不上你。是啊，顾小姐脖子上戴的那颗钻石之星啊，可不是真的呢。听说那件珠宝在巴黎展出，不售卖呢。那可能是你消息有点滞后了。据我所知，钻石之星1周之前就被神云高价收购。而且以我对珠宝的了解，顾小姐身上的这件确实是正品。不可能，陆总可能为顾南哥花点小钱，可是几千万的珠宝怎么说送就送呢？江小姐，今天怎么没有佩戴你那条价值100万的项链？哦，我想起来，都怪我前几天不小心摔碎了。看来有故事。陈小姐，这里有只苍蝇，太多了，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？行。
陆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陆北怀，好久不见，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关心我。你们认识？之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，我和北怀是同学，我还追过他。原来还有这一段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当年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再提。刚刚是什么情况？如果是陈处主推的，我立刻叫人把他请出去。什么？这可是陈家百年名门，陆总为了一个女人，竟然敢得罪陈家，怕什么？他本来就是新贵，就算是陈家也不会发怵。怕是不怕，但商人看重的是利益，为了一个女人得罪陈家，显然不划算。这么优秀的情敌，你真的会放过他吗？不是的，反而陈小姐还帮了我。你很不错，但是你不怪我，并不能洗清你的嫌疑。真凶主动站出来了，不是我。来人，把江婉欣请出去。陆总，真的不是我，是顾南哥在针对我。你有什么优点值得他针对你？陆总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爸，您终于来了，他们都污蔑我。陆总，我女儿我了解，从来不说谎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说谎的人是我？当然是你在说谎。陆总，顾小姐的事情我都听说了。江副总，别说了，让他说。我倒要听听看，在你们眼里，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陆总，顾兰哥这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不仅在公司勾三搭四，而且还喜欢抢功。还有呢？最重要的是，他明明已经结婚了，还当众勾搭你。我知道他结婚。什么？她的丈夫就是我。不可能！你不是说顾兰哥嫁给一个卖麻辣烫的吗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卖麻辣烫的。爸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她就是她婆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公布你和南哥的婚事，我自然要来为南哥撑腰了。行，你要害死我！陆总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调查清楚。你说的没错，当年我就是靠卖麻辣烫给我的儿子北怀送到国外去留学的。陆总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们吧。陆氏向来赏罚分明，江婉欣是江婉欣，你是你。谢谢陆总，我一定回去好好管教婉欣。站住！江大山是你兄弟吧？是。他指认你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、利益输送。本来陆总够给你面子，想私下解决，可你不识抬举。来人，带走！陆总，陆总，再给我们个机会吧！陆总，现在我正式向大家介绍我的妻子顾南哥。别来无恙了，姐姐。是你喜欢陆北怀是吧？我可以帮你啊。你怎么帮我？如果我说顾南哥就是我的前任，对他眼光还挺好的，最后啊还嫁给了陆北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阴沟里的一只老鼠罢了。谁要跟你做朋友？你配吗？还有，别叫我姐姐，我没有你这种弟弟。呵呵。靠你自己是没有机会的。当年你妈对我爸下药才有的你，你现在是想让我过去什么事？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一生下来就变成私生子。现在陈家都不认你。陈家子嗣众多，你要是能拿到陆北怀的助，拿下陈家不在话下。你要帮我，想要什么好处？重新得到顾南哥的爱？我要陈家的股份。
做梦。不识好歹是吧？那我倒是要试试看，你陈家能不能承受陆北怀的怒。我们找到你妹妹下落了。什么？也不知道那个赔钱货和妈现在怎么样了。能怎么样？你妈要是真的没了，办丧宴，咱们还能挣个钱呢。他说过要给我们养。别吵！最新报道，商业新贵陆氏集团创始人陆北怀今日高调宣布婚讯，妻子顾陆南哥嫁的人竟然是陆氏总裁，怪不得他有钱骑车，陆南哥还瞒着我们。哼，这个逆女，怕我们找到他要钱。这次你把顾南哥这个亏钱货和陆总都得罪了，他们会不会怕什么？他总不能不认奶奶。我知道奶奶的医院地址。我眼皮一直在跳，我想去医院看看奶奶。好，去医院。好，去医院。我们要转院。这可不行，这病人陆总已经提出来吩咐过了，不能带走的。笑话，这是我妈，我还不能接走吗？就是呀，我自己的妈我怎么不能带走啊？稍等，我请示一下。赶紧问。啊，行，就这样。哎，沈奈，你们干什么？让开！那个，我们就是想给奶奶换个更好的。这家医院是全国前3的医院，奶奶住的是顶级的特护病房，她的医生是享誉全球的医生。你能找到更好的地方？姐夫，我们就是想把奶奶接回去自己照顾。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什么时候学会照顾人了？我直跟你说，我今天来就是要钱的。我凭什么给你们钱？你丈夫是陆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们早都知道。你给你弟弟买几套房子，买辆车，再送这几千万，也是你这个当姐姐应该做的。对，他可不是我，而且他压根儿也没把我当姐姐。反正你不给钱，那我们就把奶奶带走。至于有没有生命危险，我们管不到。水源，你听听你自己说的什么话！逼我嫁人不成，现在来拿奶奶威胁我，她可是你亲妈。少废话，给钱。北怀找人把他们轰走。可以，跟我走。顾南哥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？我们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一个花钱回报我们？南哥，等一下。妈，你终于醒了，要不然我都活不了了，妈。来，离我近点儿，我想好好看看你。妈，你是个黑心肝的臭小子，当初就应该把你扔到茅坑里淹死。妈，我一直想照顾你来着，都是那个顾南哥不让。你看刚才他还要赶我们走呢，刚才。他早就醒了，你做的一切我都听到了。南哥，做得对，你不欠他们的，不用放弃。奶奶，我们先去检查身体。妈，
想不到奶奶这么向着顾南哥，明明我才是他的亲孙子，就该帮我要钱，这样我结婚该怎么办啊？请问这里是李月怀老人的家吗？啊，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？哦，听说你们之前收养过一个孩子，是吗？这是来找顾南哥的。这个死丫头要不被找回去，谁给我们养老？没有，我们家没有找到孩子。我们家只有2个孩子，都是亲生的。那我方便见一下林奶奶吗？这个不方便，她住院。是呀。小姐，要不咱们改天再来？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你们后续有关于那个孩子的消息的话，我必有重谢。栾泽姐，陈家，你是陈家的人啊？那你说的重谢是多少啊？陈家的一个承诺，或者是1000万现金。啊，1000万！真的有那么多吗？不过前提是我们必须找到陈家真正的千金。那要是找不到，如果不是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20万作为谢礼。快说呀，陈不是都有钱拿？那我帮你们去找你们要找的那个李月怀。小姐，像这样的家庭能教育出什么好的孩子来？恐怕您的妹妹……陈家的孩子再怎么样，也不能留在外面，这是我父母的心结。更何况，我听说陆总的那个妻子就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但她是不卑不亢的。可是，别说了。怎么了，小姐？可能是我看错了，刚刚走过去那2个人，好像是陆总的夫人。安坐，我后退，你们3不准进。什么时候医院也有这么大的权力，居然敢公然去病人？我们院长说了，他们3坚决不进去，不然就会开除我。院长？对，这个他们的院长怎么说的？明白了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就不进去，你自己进去问问。不过那20万先给我。对。我来处理。累了吧？水已经给你们放好了，赶紧泡泡。谢谢妈。快点醒啊！哦，痛！快点醒啊！哦，痛！快点醒啊！哦，痛！快！我以为你睡着了。妈，我这是去辞职，又不是去庆功的，谁养你的呀？
陪他去上班了，他一会儿去接你。欢迎南哥。其实大家不必如此。哎，南哥，你现在是陆氏总裁的夫人，这些待遇都是你应得的。顾南哥，哎呦！顾南哥，你怎么老死？还有陈直，你不能再这么努力，顾南哥我会让你的！你没事吧？谢谢。果真是婊子无情啊！想和你谈谈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。现在你还愿意和我合作吗？小姐，您确定要去那个顾南哥的公司吗？顾南哥很有可能就是我的妹妹。陈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想和你合作呀。知不知道你现在是违法的？快把人放了！你怎么还在替顾南哥考虑啊？你要知道，陆北怀的怒火不是你能承受的。这也是我想说的。如果让顾北怀知道我是陈家的人，他会不会无差别攻击啊？疯子！你说吧，到底要我怎么做？见面聊吧，地址我发给你。顾南哥呢？这么着急啊？妈，说说你的计划。睡了他，睡了他。你就不怕陆北怀弄死你？如果我说是他主动的呢？我告诉你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让他乖乖听话的药。陈池，你卑鄙！无毒不丈夫，何况是你这种喜新厌旧的贱人！陈池，我告诉你，陆北怀就算迁怒和他离婚，我也没有把握和他结婚。你还是把顾南哥放了吧。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顾南哥，顾南哥！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替别人挡刀子？因为她是我们的妹妹。我知道，
你肯定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你在骗我！楚楚，我可怜的楚楚。你这是南哥吧？她肯定是咱们的女儿，和你年轻时候长得很像啊。我的女儿，我终于找到你。叔叔呀，你终于醒了，妈妈太高兴了。顾小姐确实是你们的孩子，太好了！楚楚啊，多亏了你啊！爸妈，这是咱们陈家欠他的，所以一定要好好弥补回来。另外，陈池已经交给警方处理了。他不是我们陈家的孩子，我已经悄悄的做了亲子鉴定。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公司找南哥吧。你好，艾米姐发话了，谁敢理她？就算是总裁夫人又怎么样呢？艾米姐可说了，只有势均力敌的家庭才能长久的走下去。你好，我是陆氏集团的 COO 艾米。顾南哥，如果不是陆总的原因，我根本没必要站在这儿和你们说话。那就谢谢艾米姐特地为我这个小人物跑一趟。这是公司最近1个季度的运营数据情况，你汇总一份发给我。有问题？没问题。有我在一天，就不会给任何关系户丢面子，哪怕你是陆总夫人。小李，带顾小姐出来。这边请。等等，小李，这些文件、这些资料是艾米姐亲自给你准备的。小李，带我去找他。你还是不要给艾米姐硬碰硬。如果他真是为了公司着想，那我全盘接受；但如果他是为了针对我，那么抱歉。烂不下去可以回家做好你的路，毕竟当个金丝雀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。把真实的数据资料给我，我会完成我的工作。我给你的就是真实的资料。出去！出去！把真实的资料给我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跟我大呼小叫？啊！你干什么？还给你！你也没有资格向你的下属喝水。好，看来是我想抢你。你这么着急证明自己，你是有多么不自信？也是，你的家世不够让你堂堂正正的站在陆总面前。小姐，你知道兰哥在哪里吗？顾南哥正在艾米姐的办公室，你们要不等等？不用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找。我来陆氏是为了上班的，当然，作为北华的妻子，对于你这种觊觎他的女人，我只能说深同情。同情你越愤怒，就证明你和他的关系越沉紧。你向我示威，无非就是想证明你无可奈何谢。你闭嘴！艾米，我今天第1天来陆氏上，
我不想让北怀夹在中间左右为难。如果我真的不适合在这个公司，我自己会走。把资料给我。你真的以为你和陆总能并肩而行吗？你别做梦！捡起来！要是我说不能，陈总，陈贝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坐。南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，有人为难你了？陈总，你们认识？南哥是我的女婿。不可能，他爸是顾鹤元，是一个酒鬼。他爸是刘和晚，长期空闲在家。哦，对，他还有个弟弟，也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混混。他怎么可能会和陈家扯上关系？叔叔阿姨，林哥，你真的是我们的孩子。这儿亲子鉴定报告，啊，都出来了。艾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赵总，你来了，陈总这儿有些误。所以你的意思是南哥自己把文件弄花，来找你麻烦？陆总，你知道的，我不会说谎话。陆总，我们来的时候明显看得出来，艾米在欺负南哥。南哥，你放心，我们陈家还没有怕过谁。如果谁敢在你身上泼脏水，当妈的第一个不同意。别哭。这就是真正的父母的关怀吗？我第一次体会到。艾米，你跟我多久了？陆总，从公司创业到现在，一共7年。7年，也是时候该离开陆氏。你也不相信我？我更相信我自己的老婆不会干这种事。就是他想赶走我。为什么？他不会，因为我这辈子只爱他一个人。你不相信？相信外人和相信自己的老婆，你觉得我会选谁？是体面的离开，还是被动接受？你自己选一个吧。真是无情。等等，看来老天没想让我们在一起。现在陈家和陆家是不是势均力敌？算你想实现了。对不起，老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顾小姐，你来不及了。什么？奶奶会不会被我养父母绑走了？我一直想盯着，没发现有什么异常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三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儿子不是接你京城享福去了吗？就他那儿子，抠得要死，还享福。就说你那孙女，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了吗？怎么也没人见他来看看你啊？我孙女儿工作忙着呢，上大学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在工厂打工啊？你看人家村东头那个胖丫嫁了个城里人，人家接亲5辆小汽车呢，以后可是要享福的。这人好还不如命好呢。哼，我们家南哥的命可是好着呢。命好还不知道在哪个工厂打螺丝吧？你
哥，奶奶，您回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南哥，你找到家人了，这以后就别跟顾家的人来往了。奶奶，你这是说什么话？这是南哥那丫头，看着像。你看这些车，好像都是电视里面看到过的豪车啊。哎，我数了一下，比那个接亲的车都豪华多了。看来这顾家这小丫头是要发达了呀。这是你男朋友？婶儿，这是我老公，长得还挺正的。我就说南哥有出息嘛。你这老公是当大官了吧？别理他们，咱们进屋吧。站住！谁开那么多车把路给堵了？顾大花，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，这路这么宽，你话可别说的那么难听，嫌难听，你把你的耳朵给捂住吧，快把车给我掏开！行了，咱们进家，不要理他们，走。不行，今天我们家办喜事儿，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，开那么多车来侮辱我们？大婶儿，真不知道今天您家办喜事儿，我这一时着急。你急个屁呀！你急到投胎呀！你文明人对付这种泼妇是不管用的。拿着。顾大花，我告诉你，你再骂我孙女一句，看我不收拾你！我怕你了，你给我放下你！你打我！你来呀！你快来！你来呀！你！我怕我怕你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啊，谁干的？我给你收拾他！他还有那个死老婆子！我的脸！这是陆总，这是陆总。什么陆总啊？这是陆氏集团陆总跟他的夫人。陆总，我是陆氏分公司的小员工，我叫钱志远。陆总多大个官啊！我怕你了。妈，你先回去吧。我不怕，我不怕去。南哥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妈不对。没事儿，大家都乡里乡亲的。好了。别跟他们说了，进家吧。走。陆氏集团，你村长的外那你们懂什么呀？听说这个陆氏啊是村里面的首富啊。陆家是真的烧高香吗？最新新闻报道，陆氏总裁陆北怀不日将高调迎娶陈家千金顾南哥小姐。据悉，这次婚礼将邀请全商界各位大佬和许多政要人物。以及国内外的巨星名流。顾南哥真的是陈家的孩子。陈家的孩子怎么了？你忘了那些姓姜的是什么后果了吗？北怀，你叫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南哥，你还记得吗？这里是我们结婚登记的地方。我总觉得欠你一个求婚，所以我决定。顾南哥，你愿意与我缔结婚约，让我成为你的丈夫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一直对我们的爱情忠贞不渝，直到生命尽头吗？我愿意。那陆北怀，那你从今以后你要爱我、护我、敬我、保护我，对我们的爱情忠贞不渝，直到生死尽头，你愿意吗？愿意，我愿意。南哥，